今天这期视频，我们来聊一个跟全岛611万人息息相关的话题——新加坡反诈新规。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有没有把自己的微信、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账号借给过别人？就那种帮我收个验证码，借我登一下的情况。如果你觉得这只是小事一桩，那今天这期视频，请你一定要看到最后。因为从2026年8月开始，在新加坡，出借网络账号可能让你面临最高12下鞭刑。为什么新加坡要出这么重的拳？先给大家看一组数据。2024年，新加坡的诈骗损失金额高达11亿新元，比2023年暴涨了7成。仅2025年前8个月，损失就已经达到约6亿新元。内政部高级政务部长沈颖去年底透露，诈骗已经占到了所有报案比例的6成。换句话说，现在新加坡每10起报案里就有6起跟诈骗有关。从2020年到2025年上半年，全国因诈骗损失的钱超过200亿港元，约合34亿新元，报案高达19万宗。这不是小打小闹，这已经是国家层面的危机了。所以新加坡内政部明确表示，打击诈骗是国家首要任务。也就在前几天，2026年8月4日，新加坡国会正式一读通过了诈骗与其他事项法案。这部法案的核心目的就一个，进一步升级反诈力度，把网络账号也纳入严管范围。在讲新规之前，我们先看几个近期的大案，让大家感受一下新加坡诈骗的严重程度。第一个案例，今年6月29日，42岁的严子兴因涉及 1.14 亿新元的消费税失联交易商诈骗案，被判监禁6年。这个案子手法极其缜密，严子兴操控一个团伙，设立空壳公司，伪造发票，制造虚假采购记录，甚至安排实物运送来伪装成真实交易，最终导致当局接到近800万新元的欺诈性消费税回扣申请。第二个案例，今年7月，新加坡警方展开为期2周的执法行动，579名男女因涉及诈骗或充当前罗被调查，涉案总金额超过1800万新元。这群人里，年纪最小的只有15岁，最年长的83岁，涉及的骗局包括电子商务诈骗、求职诈骗、假冒友人、假冒政府官员、投资诈骗、租房诈骗等。第三个案例，今年5月，新加坡一家公司的 CEO 被骗子冒充公司主席，骗走了4650万新元，约合3630万美元。这是新加坡警方在一次跨国联合反诈行动中破获的案件之一。还有一个更触目惊心的案子，就在前几天，7月29日，一名28岁的手机店员工杨凯正因参与贩卖非法网络账号，被判监禁4年8个月，外加罚款 8.35 万新元。这个团伙在短短7个月内赚了 88.7 万新元，导致2393名受害者被骗，损失超过5100万新元。他们怎么操作的？主谋从中国购买短信调制解调器，用非法注册的 SIM 卡在 WhatsApp 和微信上开设匿名账号，再出售给诈骗集团使用。一个 WhatsApp 账号租30天只要30美元，微信账号10美元，买家来自马来西亚、柬埔寨、缅甸，2300多人被骗走5100万，就因为有人提供了这些看似无害的网络账号。这些案例说明，诈骗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电话骗局，而是一条完整的产业链，而网络账号就是这条产业链上最重要的原料之一。好，背景讲完了，现在进入正题，这次的新规到底有哪些变化？第一个变化，网络账号正式纳入监管。过去，新加坡已经把买卖 SIM 卡、银行账户和 SingPass 账户用于诈骗列为刑事犯罪，但近几年，骗子越来越喜欢利用微信、Telegram、TikTok 等社交平台账号行骗，因为这些账号都是本地真人注册的，更容易骗取受害者信任。所以这次新法案把网络账号也正式纳入了监管范围。以后以下行为都可能触犯法律：出售网络账号、出借网络账号、帮别人注册网络账号、持有冒名注册的账号，以及接收网络账号用于实施犯罪。涉及的平台包括 Facebook、Instagram、WhatsApp、Telegram、微信、TikTok、Carousel、Google、Apple 等大家常用的网络服务。如果你明知账号会被用于诈骗，最高可判12下鞭刑。第二个变化，警方获得更大执法权。除了新增罪行，
这次修法最大的变化是赋予新加坡警方更大的执法权。未来一旦被认定存在协助诈骗的风险，警方可以要求银行、电信公司等限制涉案人员使用相关服务，包括银行账户、手机号码以及部分 SIM-Pass 功能，限制时间最长可达3年。事实上，这项限制措施早就开始实施了。截至2026年6月底，当局已经处理了1423名暹罗、1439名非法买卖 SIM 卡人士，以及53家协助转移非法资金的企业或负责人。如今随着修法通过，这些措施正式有了法律依据。与此同时，警方还能要求平台提供涉诈账户资料，直接屏蔽可疑账号，并与银行、电信公司建立实时情报共享机制，让诈骗账号更快被发现，更快被封禁。第三个变化，平台罚款上限提高至1000万。除了严惩诈骗分子，新加坡这次还把监管延伸到了网络平台本身。如果平台没有落实反诈骗措施，最高罚款将从目前的100万元提高至1000万元。警方未来还可借助 AI 技术，更快速识别和打击诈骗网站、广告及账号。这意味着网络平台不能再以技术中立为由推卸责任，他们必须主动建立反诈机制，否则将面临巨额罚款。第四个变化，鞭刑正式纳入诈骗犯罪处罚。这个其实从2025年12月30日就已经生效了。根据新法，诈骗主犯、团伙成员、招募者面临至少6鞭，最高24鞭的强制性鞭刑，而暹罗，也就是提供银行账户、SIM 卡、SIM-Pass 信息协助诈骗者，最高可判12下鞭刑。而现在，网络账号的出借和出售也被纳入了暹罗范畴，同样面临最高12下鞭刑。很多观众可能会问，那我帮家人收个验证码，借朋友的账号登一下，会不会被抓去鞭刑？答案是不会。法案明确说明，家人、朋友之间出于正常用途共享账号，并不属于犯罪。但关键在于，你知道对方拿去干什么吗？如果你明明知道对方要把账号用来诈骗，或者隐隐约约觉得不对劲，但还是借了，那你就可能触犯法律。很多人可能觉得，不就是个社交账号吗？有那么严重？有，因为现在的网络账号已经不仅仅是聊天工具了。你的微信可能绑定了银行卡，你的 Telegram 可能关联了手机号，你的 WhatsApp 可能存了大量个人信息。骗子拿到你的账号，就可以冒充你去骗你的家人、朋友、同事，而且因为账号是真人注册的，受害者更容易放下戒备。更可怕的是，骗子可以用你的账号去注册更多的服务，开设更多的匿名账号，形成一个诈骗产业链。就像前面那个手机店员工的案子，2393人被骗5100万，源头就是那些被卖出去的账号。从银行卡、SIM 卡到如今的社交账号，新加坡反诈骗的监管范围正在不断扩大。政府想传递的信号很明确，网络账号早已不是简单的聊天工具，而是属于个人的重要数字身份。最后，给大家总结几点提醒。第一，管好自己的账号，无论是微信、Telegram、WhatsApp 还是 TikTok 账号，不要因为一句帮个忙就借给别人，更不要替陌生人注册账号。第二，管好自己的银行卡和 SIM-Pass， 这些东西一旦落入骗子手里，你不仅可能损失钱财，还可能面临最高12下鞭刑。第三，遇到可疑情况多核实，如果有人自称政府官员要求你转账，挂断电话，自己打官方热线核实，政府官员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要求转账。第四，记住2个号码， Scam Shield 反诈骗热线1799，警方热线1800-255-0000，有任何疑问打过去问。从银行卡、SIM 卡到社交账号，新加坡反诈骗的监管范围在不断扩大，付出的代价可能远比想象中更大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。如果你觉得有用，请点赞、订阅、分享给身边的家人朋友。我们下期再见。